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第190期的亚当球鞋，我是你们的亚当。今天我们一起来聊聊这两双鞋，来自亚瑟士的 Geohoop V14以及 Glide Nova FF2。本期视频由您的点赞赞助播出。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两双鞋的外观。在外观方面，你觉得这两双鞋可以分别打几分呢？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一双 V14 的整体外观跟上一代的 V13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区别的，还没有 iPhone 的迭代更新变化大。区别基本上就是鞋面的材质上有些许的变化，鞋型、中底外形、大底纹路基本上都没有区别，有点在跟兄弟们玩大家来找茬的意思。而这一双 Glide Nova FF2 跟 V14是共用了中底以及大底的，在下半部分完全一致，最大的区别就在于鞋面。Nova FF2 代的鞋面使用了一个袜套式的鞋面，在外面再加上一层鞋面，鞋身上的 logo 会比较小一些。两双鞋的外观都是比较简洁的，非常干净。那除了自家的 logo 之外，基本上就没有什么别的元素了。不过这一双 Nova FF 的质感真的是很差，非常差。虽然说 Geohoop 在这一方面也并不优秀，但是这一双 Nova FF2 比 Geohoop 在质感方面真的是差了不少。那可想而知，这一双鞋的实物质感到底有多糟糕。那在实战方面，我们依旧还是从大底开始说起。两双鞋的大底纹路是相同的，与 Geohoop V13也是完全一样的。虽然确实有着清库存的嫌疑，但是好的东西可以保留下来，我绝对是没有意见的。V13的顶级抓地力绝对可以算得上是它最大的卖点之一，在这两双鞋上面也依旧如此。在抓地力方面的表现非常出色，绝对是使用传统橡胶大底的篮球鞋当中第一梯队的一个表现，并且合理的纹路空隙也让它在吸灰方面有着非常不错的表现。在有灰尘的场地上面实战，它的抓地力也并不会受到太大的影响，非常棒。穿这两双鞋出去打球，你脚底下的抓地力一定会比同一个场上的其他人更为优秀，除非场上有人穿 UA， 但是在有灰尘的场地上面，即使是 UA 的 Flow 也不是你的对手。不过抓地和耐磨这两方面其实很少会有两者兼得的篮球鞋出现。除了像反52这种个例之外，很少会有抓地力与耐磨性都非常优秀的鞋款。大多数情况下还是抓地加耐磨等于1的这么一个公式。这两双鞋也并不例外，它们在耐磨性方面的表现是比较差的。虽然大底的纹路看着好像还是比较粗的，深度也还算不错，但是大底使用的橡胶硬度真的是比较软的。硬度计测试读数基本上就是在50稍微出头的这么一个数值，非常的软。那除了在室内的木地板上面使用之外，其他的所有场地我都不推荐，那除非真的是特别有米，好吧，不然外场就不要考虑了。而在中底方面，依旧使用了全掌的 Flat Foam， 跟去年的 V13是一模一样的，甚至在外观上都没有任何的区别。其实他们两个的中底以及大底就是完全从 V13身上照搬过来的，整体的中底厚度是非常薄的，非常贴地，场地感非常棒。对于追求极致场地感的朋友们，那除了库里的篮球鞋之外，这两双鞋可能就是你最想要的那一种感觉，极致贴地的脚感，再加上中底偏硬的缓震材料，让它在突破的过程中不会出现一丝的泄力感。不过它的中底整体调教会比 Geoburst 稍微要偏软那么一点，不会出现那一种因为中底太硬而造成的不适感。Geoburst 真的是太硬了，我不建议大家去购买那一个鞋款，一般人真的顶不住。那这两双鞋的中底缓震，我觉得还算勉强够用，在实战的过程中不怎么会出现震脚的现象。但是如果你对于缓震有要求，那就不要购买这两双鞋了，它们的缓震水平是没有办法满足你的。它们的中底调教跟 Geoburst 也是一样的，非常极致，就是针对那些对于缓震没有什么需求，但是需要极致场地感以及反应性的朋友们而推出的。而在鞋面方面，是这两双鞋之间区别最大的一个地方，也是 V14 跟 V13之间区别最大的一个地方。我们先来说一说这一双 V14 相对于 V13在鞋面方面，在用料方面的变化是比较大的，将大面积的工程网布改成了现在这一种像是超纤材质的面料，并且在脚踝处的填充相比于上一代有着一个比较明显的上升，整体的包裹舒适性会比上一代更好一些。
不过因为现在大家都没有了这个选择鞋楦宽度的权利，这一双鞋在鞋楦宽度方面是属于一个正常宽度的鞋楦，但是像我这样脚型偏窄的人，穿这一双鞋依旧会感觉到前掌的包裹是有一点不足的，穿在脚上能够明显的感觉到前掌还是会有一点点空的，在做变向动作的时候，脚在鞋内会出现一点点位移的情况，但是并不会特别的明显，比 Gilverst 要好上不少。那如果你的脚型是正常脚型，或者是略微偏宽一点点的脚型，那穿这一双鞋绝对是没有问题的。而像我这样脚型略微偏窄的朋友，选择它也是 OK 的。它在锁定方面并没有特别明显的问题，虽然前掌确实会出现一点点这一种位移的情况，但是还是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的。系紧鞋带之后，并不会出现任何顶脚趾或者是不跟脚的现象，这一点大家可以放心。而 Nova FF2 在包裹方面的表现会比 V14 更为优秀一些，但是这一种一体式的袜套式鞋面基本上就注定了高脚背的朋友是没有办法去选择它的。如果你的脚背是比较高的，那 V14 绝对是更好的一个选择，但是如果你的脚是偏瘦一些的，那 Nova FF 会更加的适合你。虽然鞋楦的宽度是差不多的，但是它的鞋面更容易调节，更容易拉紧，拉紧之后得到的包裹体验会略好于 V14， 但是拉得很紧之后那由于它的内部填充是比不上 V14 的，脚背处的鞋带会出现一点点勒脚的情况，舒适性方面 V14 会略胜一筹。在鞋面方面，那如果你的脚型偏窄，那你就选 Nova FF2， 那如果你是正常脚型或者是脚型偏宽，那就选择 Geohoop V14， 高脚背的朋友也是选择 V14， 它会更加的适合你一些。而在支撑性方面的表现，两者的表现基本上没有什么区别，在鞋面强度方面都没有问题。一双鞋用的是超纤材质，那一双鞋用的是侧面的热熔材料加强，并且它们中底的橡胶都上扳至了鞋面，在做变向动作的时候，鞋面都可以非常好的兜住你的双脚，完全没有问题。两双鞋的中底构造是完全相同的，在中间部位都有着一块硬度比较高的 TPU 加持，但是因为 TPU 覆盖的面积是比较小的，那对于整体的刚性提升并不明显，更多的还是往灵活性方面去倾斜的。不过在足弓处的支撑没有问题，中底的 TPU 上扳加上中底偏硬的缓震材料，穿这两双鞋实战不会感觉到足弓支撑的不足，这一点大家可以放心。而在后跟处，两双鞋都加入了硬度比较高的港宝，后跟处的鞋面也做出了明显的加强，两双鞋在后跟处的支撑性表现的都是非常不错的，完全没有问题。而在稳定性方面，两者的表现也都非常优秀，宽大的大底，并且前后掌都有着明显的外扩，再加上极低的中底重心以及偏硬的缓震材料，让他们在稳定性方面都有着非常优秀的表现。穿他们打球非常安心，不管做什么动作都是非常踏实的。在重量方面，也是这两双鞋比较突出的一个卖点。两双鞋都是 42.5 码的 Geohoop， 单只重量是331克 ，Nova FF 单只重量是330克，完全一致，基本上都是一样的，表现非常出色。这两双鞋亚当球鞋主观评级都是 S 减，虽然两双鞋都没有什么拿得出手的科技，甚至在质感方面都是比较糟糕的，但是它们的实战性能都是毋庸置疑的，绝对就是追求场地感以及反应性的朋友们最爱的那一类鞋款。缓震水平也算可以接受，不至于穿久了脚疼。在拥有顶级抓地力、顶级场地感和顶级反应性的同时，在包裹性、支撑性、稳定性方面也都是在水准之上的。那如果你想要的就是一双轻质、灵活、场地感优秀、反应性出色、抓地无敌的篮球鞋，那这两双鞋你都可以进行选择。但是如果你对于缓震有比较高的要求，那这两双鞋都不会是你想要的鞋款。那如果你想要购买这两个鞋款的话，在尺码选择方面，我平时耐克穿 42.5， 李宁穿42，这两双鞋我都选择的 42.5， 就是按照自己正常的 US 尺码来进行选择就 OK 了，还是非常合适的，你可以适当参考一下。球鞋的鞋楦宽度都是属于正常宽度的鞋楦，那如果你的脚背比较高，脚型偏宽，那优先考虑 V14， 那如果你的脚型偏窄偏瘦，那优先考虑 Nova FF2， 那如果你的脚型是特别宽或者是特别瘦的，那建议还是进行试穿之后再进行购买。不过我也不知道这些玩意儿到底到哪里可以进行试穿。OK， 这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再次感谢大家观看本期的亚当球鞋，亚当球鞋一切从实战出发，我是亚当。那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可以帮助到你的话，希望你可以关注我，并且顺手给我点一个赞，这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了。好了，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了，大家有空来做 Peace。